新冠病毒的战争还在继续，那么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做好自我的防护。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，但是现在有的人呢已经没有口罩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戴口罩只能够起到隔离病毒的作用。那除了戴口罩呢，钟南山院士强调，还有2个方面对预防病毒更有效。那第一个呀，就是待在家里不要出门。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，大家呢就尽量的减少出门的次数，这样就能够减少与病毒接触的几率。所以说呢，这也是最安全的。那第2个，进行消毒。大家在家的时候可以用酒精或者是8次消毒液对家里呢进行消毒，这样呢也能够达到很好的杀菌作用。但是大家使用完消毒用品后，要记得及时开窗通风哦。这么看来，即使你没有口罩，也是可以预防病毒的。那只要大家积极的配合，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。还有，大家在买口罩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购买那些假的口罩。如果遇到了，一定要积极的举报哦。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早上起床时会感觉头昏脑胀，浑身没劲儿。其实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，要注意调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增强脑供血。这个动作相信大家都会，就是耸肩膀。首先，我们保持站立的姿势，双手手臂自然的在身体两侧下垂，然后将左右两侧的肩膀同时的向上提起，提起后坚持3秒，再落下，这样反复耸肩81下。可以在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都做一次，这样耸肩膀可以放松肩颈部的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。能够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血液，对大脑健康也有帮助。而且平时没事的时候，这样耸耸肩膀还能够帮助放松身体，特别是经常久坐不动和中老年朋友，可以经常的做一做这个动作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会出现眼睛干涩、看东西模糊的情况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。老花眼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，那该如何保养眼睛呢？在我们头上有个不老穴，每天拍一拍，让你老了也眼睛明亮。这个穴位呢，就是承光穴。承光穴在头上前发际正中直上2.5寸，盘开1.5寸的地方。承光穴具有清热明目、祛风通窍的功效。找到穴位之后，可以先将双手对搓，搓热之后，再用掌心拍打承光穴。拍打的时候要有节奏，拍打50下即可。这样拍打承光穴，气血可以流入眼睛，对缓解头痛、目视不明、头晕等都有非常好的效果。每天坚持拍打，可以帮助改善和预防老花眼，很适合老年朋友养生用哦。生活中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很多人会有失眠的情况，睡眠浅、睡不着、做梦多，导致第2天没精神，影响身心健康。那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改善和预防失眠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敲打百会穴。百会穴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在我们头顶上两耳间连线与头顶正中线连线的交点处，百会穴归属督脉，是全身气滞汇集之地，具有提阳气、醒神开窍、镇静安神的功效。那按摩时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手握成空拳，敲打百会穴100下，每天睡前敲打就行。这样敲打百会穴可以让全身气血通畅，不仅可以改善失眠，对缓解头痛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那除了敲打，还可以用手指用力的按压这里，感觉酸胀即可，同样也有促进睡眠、提高睡眠质量的作用。经常失眠的朋友，睡觉前要保持放松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如果不想吃安眠药的朋友，不妨试试这个按摩的方法。现在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，都存在长白头发的情况。那经常去染发，可是过段时间就又长出来了。如果总染发，对身体也不好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减少白发产生。在我们头上有个浮白穴，耳根上缘向后入发际线1个拇指宽的位置。那浮白穴属足少阳胆经，有疏肝利胆、散风通经的作用。我们按摩时可以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3个手指并拢，然后以浮白穴为中心，这样旋转按揉，每次按5分钟左右，要感觉皮肤发热发胀为宜。那经常这样按摩浮白穴，还能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，对延缓白发生长有帮助哦。早上一起床，天旋地转，头昏脑胀，浑身没劲儿，你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该怎么应对呢？
不妨跟木子来学一个动作吧，或许能够帮助到你哦。动作很简单，双手手臂弯曲在胸前，食指交叉，这样扣住，然后两手快速的向前伸直，伸直的时候头呢也跟着往下低，在两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反复的做3分钟。那这个动作呢，能够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脑供血不足的朋友还要记住，不要长时间的坐着，或者呢长期低头工作，没事啊多运动运动，有助呢改善血液循环。腿抽筋在生活中很常见，不过呀最常见的就是睡觉时腿抽筋，有时候啊被疼醒真的是很难受。那有的人认为腿抽筋是缺钙了，其实呢除了缺钙，还可能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，腿受凉。很多人睡觉啊愿意踢被子，如果小腿受到寒冷的刺激，就会出现腿抽筋的情况。第二个，雌激素下降，很多女性体内雌激素下降，会导致体内钙质流失，这样就容易出现经常抽筋的情况。那下面呢教大家一个缓解腿抽筋的方法，可以将抽筋的那条腿伸直，然后用手握住脚，将腿的踝关节向外旋转，如果是左腿就逆时针转，右腿就顺时针，这样连续的旋转一会儿，疼痛就会有所缓解。大家转的时候要记自己最大的限度旋转就可以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可以延年保健的小方法，就是推一推长寿筋。这条长寿筋就在我们的小腿上，就是呢小腿外侧胫骨前肌的这里。推的时候可以用手掌根部尽可能大面积的推，从上往下推，向着骨头的方向推就行，速度不用太快，每次每条腿推30到50次。推到这里不酸不痛了就行。经常推这条长寿筋，不仅可以疏通经络，使筋骨柔软，还有强健脾胃的功效。所以没事的时候就推一推，也可以让长寿离你更近一步哦。不过上面的这个小方法只能够起到辅助的作用。如果想要长寿，还要注意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可以每天坚持锻炼，保证睡眠充足，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。心态呢，对健康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。如果你都能够做到的话，或许会比别人更长。钙是我们人体运动最多，也是负重最大的关节之一，所以应该好好的进行保养。只有腿有劲儿，人才能长寿。那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。动作1，找到一阶台阶，将右脚踩在台阶上，注意脚后跟不要悬空，将重量集中在右脚上，然后再将左脚的脚趾踩在台阶上，这样坚持5秒左右，再将左脚落回地面，这样反复10次，再换相反的一侧做同样的动作，也是做10次。动作2，自然站立，将2脚分开，一只脚在前，一只脚在后，臀部放平，然后前面那条腿呈弓步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后面那条腿膝盖几乎触碰地面，然后站起来反复做1分钟，再换相反的一条腿做同样的动作1分钟。这2个小动作可以锻炼腿部肌肉力量，强健关节，有很好的养护膝盖的作用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让膝盖变得越来越强壮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早上金苹果，下午银苹果，晚上毒苹果。那么晚上吃的真的是毒苹果吗？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。不管什么时候吃苹果，身体吸收的营养都是一样的，并不存在毒苹果这一说法。而且经常吃苹果对减肥也有帮助。不过吃苹果的时候要避免3个误区。误区1，苹果带皮吃更营养。虽然苹果皮营养价值很高，但是现在很多苹果的生长环境都比较复杂，而且有的可能是农药滋润成熟的，如果洗不干净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，所以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带皮吃。误区2，熟苹果没有营养。很多人认为苹果煮熟了就没有营养了，其实生苹果和熟苹果的营养元素并没有太大区别，所以生吃和熟吃都可以。误区3，苹果烂了一点，挖掉继续吃。苹果放时间长了，如果发现有地方烂掉了，建议大家不要再吃了，因为苹果烂了会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